好了，不好了，小姐，宫里来人了，说圣上要把您嫁给一个太监。嫁给太监，那岂不是说可以不用生孩子了？太棒了！苏府嫡女苏婉清奉旨下嫁东厂督工沈燕慈，则即日完婚。嫁给当朝第一回宦官沈燕慈，那个手握东厂大权，一怒能让满朝文武噤若寒台的阉人，这简直是天降横财！太好了，终于不用生孩子了。民女接旨。苏小姐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呐！沈督工位高权重，能嫁给他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对，天大的福分，从此以后再也不用担心难产而死了。多谢公公提点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的青儿啊，你怎么能嫁给一个不完整的男人啊？哭什么哭？我都乐开花了。看那苏雨柔表面同情，眼底的幸灾乐祸都快溢出来了，指不定在心里怎么骂我活该呢。爹娘，你们别太伤心了。姐姐嫁给沈督父，虽然有些委屈，但好歹也是正妻的身份，总比做妾要强。可真会说话，表面安慰，实则往我爹我娘心口插刀子。你以为我会因为这门亲事痛苦？你错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用生孩子，不用冒死闯房，还能坐享督工夫人的尊贵，这种好事上哪儿找去？青儿，你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嫁给一个阉人，这辈子可怎么过啊？丢人！我苏家的脸面都被丢尽了。堂堂尚书府的嫡女，竟然要嫁给一个太监！爹娘，既然是圣上的旨意，女儿自当遵从。沈督工虽然身体有缺，但为人应该不坏，女儿会好好伺候他的。演技不错，给自己点个赞。我的傻女儿啊！你，婚期定在半个月后，整个京城都在议论这桩婚事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说苏家得罪人被整治的，有说沈燕慈要个体面夫人撑门面的，反正没一个人觉得这是桩好亲事，除了我。青儿，你是不是被打击的傻了？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娘，既然事情已经定了，着急也没用啊，不如想开点儿，说不定沈督工人很好呢。好什么好？他是个阉人，你嫁过去就是守活寡，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。太好了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娘，孩子的事顺其自然吧。你呀你，真是被这圣旨逼得看开了。姐姐，听说沈督工脾气很不好，动不动就杀人，你嫁过去可要小心点儿，别惹他生气。多谢妹妹关心，到时候我会小心的。姐姐，我听人说沈督工长得很可怕，脸上有刀疤，晚上做噩梦都能被吓醒。多谢妹妹关心，我记下了。姐姐，你说沈督工要你做什么？反正也不能行夫妻之实，该不会是要你当个花瓶摆着吧？他越说我越高兴，脾气不好没关系，我又不指望他宠爱我，长得可怕更好，省得别的女人惦记。当花瓶求之不得，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啊！多谢妹妹关心，我自有分寸。哼，你就嘴硬吧。我的青儿啊！陆雨柔站在人群里，那怨毒的眼神都快把喜轿烧穿了。可惜啊，你们都想不到，我这是要去过无忧无虑的好日子了。夫人，跨火盆，拜天地了。这府邸比我想象的还气派，红墙黛瓦，雕梁画布，门口的石狮子都比苏府的大一圈。就是拜堂全程，我的新郎官沈燕慈都没出现，替他拜堂的是只大公鸡，我全当没听见。只要不让我生孩子，别说跟公鸡拜堂，跟石头拜堂我都愿意。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从早上到现在就没吃东西，饿死我了。这就是沈燕慈，这就是沈燕慈，传说中面目可憎、心狠手辣的东厂督官，剑眉星目，鼻梁挺直，薄唇微抿，皮肤白得像羊脂玉，就算眉宇间带点阴郁，也是绝世美男啊！这样的男人竟然是个太监，天理何在啊！夫君，他身上只有淡淡的檀香味，没有传说中的血腥味，传言果然不可信。怕我？怕倒是不怕，就是第一次见传说中的东厂督节，有点紧张。坐。哦。为何愿嫁给我？圣令难违。圣命难违，林家倒是教出了个乖巧的女儿。听不出是夸是否，还是继续装乖巧吧。过来，坐这里。啊，什么情况？太监不是对女人没兴趣吗？他为什么抱我？我能感受到他胸膛的起伏，还有他才喷在我颈间的呼吸，又热又痒，这姿势太暧昧了吧？难道他不是太监？他可是东厂督工，这种事不应有假的。我刚才好像感觉到了什么不该存在的东西，顶着我的腰了。去休息吧。他不会要跟我一起睡吧？他要干什么？这个传说是心狠手辣的东厂督主，竟然在给我按脚，这反差也太大了吧！睡吧。这个新婚之夜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没有冷遇，没有羞辱，甚至还有一丝温柔。沈燕慈这个男人比传闻中复杂太多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只要他不逼我做不愿意的事，我们就能和平相处。夫人，奴婢叫春桃，是督公安排来伺候您的。有劳了。督公呢？督公一早就进宫了，说是有要事要办。那就好，不用面对他，压力小多了。这督公府比我想的还大，光花园就好几个，处处精致典雅。看来沈燕岑虽然是太监，却很会享受生活。夫人，有客人来访。客人？什么客人？是您娘家的苏雨柔小姐。她来干什么？请她到花厅等候，我这就过去。姐姐，妹妹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看看姐姐的。昨天姐姐出嫁，我担心姐姐不适应，特意来瞧瞧。担心我？你巴不得我过得不好呢。有心了，我在这里很好，妹妹不用担心。姐姐住的地方真是富丽堂皇，比咱们苏府强多了。就是不知道沈都人对姐姐如何？夫君对我很好。是吗？是吗？可是我听人说沈都公脾气很不好，动不动就杀人，姐姐不怕吗？夫君在外面如何？我不知道，但对我他很温柔。那沈都公昨晚怎么了？我是说我们夫妻很恩爱，夫君对我体贴入微，我很满足。可是沈都公他不是什么？算了，没什么。我还有些事，就先回去了。嫁给沈燕慈还有个好处，就是能气死这些看我笑话的人。今天如何？很好。苏雨柔来看过我。她来做什么？大概是想看我过得不好吧，结果失望而归。你倒是诚实。我向来不喜欢拐弯抹角，有什么说什么。很好，我也不喜欢虚伪的人。两人一起用了晚膳，气氛还算和谐。沈燕慈话不多，却会偶尔问他在林府的生活，他的喜好，苏婉清都一一如实回答。用完膳，两人回到房间。苏婉清以为他会像昨晚一样睡外间，没想到他直接走向了床榻。夫君，你今晚我睡床上，你若不愿意，可以去外间睡。他要跟我睡一张床，可是他不是太监吗？怎么不愿意跟夫君同床？不是，我是说什么？只是觉得我们才刚认识，这样不太合适。我们是夫妻。我知道，但是没有但是，你既然嫁给了我，就要履行妻子的义务。妻子的义务？他该不会是想……不对啊，他不是太监吗？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想什么。是吗？你是不是在想我一个阉人能对你做什么？我想知道答案吗？我可以让你亲自看看。沈燕慈，你要干什么？做夫妻该做的事，教你认清楚自己的夫君，认清楚自己正妻的身份。你不是太监吗？你很想我是太监？说想吧，太伤人了；说不想吧，又不符合我的真实想法。我不知道。放心，我不会碰你的，至少现在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还没准备好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。你到底是不是太监？你希望我是还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他是太监，我就不用担心生孩子，不会有真正的夫妻之实。如果他不是，我就要面对生育风险。可我们能做真正的夫妻？诚实的回答，今晚我还是睡外面，你好好休息。这个男人越来越让我看不懂了。督公，宫里来人了，说是皇上召见。知道是什么事吗？不知道，只说很急。我要进宫一趟，你在府里好好待着，不要乱跑。好。街上围了好多人，不知道在看什么热闹。春桃，你去打听一下，外面出什么事了？夫人，外面在抓刺客呢，听说有人要厮杀皇上，现在全城戒严，到处在搜查。刺客厮杀皇上，沈燕慈刚好被召进宫，该不会跟这事有关吧？夫君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夫人，督主说了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夫君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想要行刺圣上，被我们抓住了。那不是好事吗？为什么你看起来不高兴？因为这个刺客是我的人，准确的说，是曾经的手下。他背叛了我，投靠了别人。什么？你的人？皇上怀疑是我指使的，虽然没有证据，但他已经开始防备我了。那会有事吗？如果真的有事，你怕吗？不怕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你的妻子，既然嫁给了你，就要跟你同甘共苦。你不后悔嫁给我？不后悔。
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、背地里男盗女伤的伪君子强多了。清欢，如果有一天我告诉你，我要做的事可能会让你万劫不复，你还会跟着我吗？会，只要你不抛弃我，我就不会离开你。好。不管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，至少这一刻，我们是在一起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着东厂督工沈彦慈交出东厂稽查、刑狱2司职权，由新任西厂督工分管，钦此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夫君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知道，皇帝这是要卸磨杀驴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真的想知道？我要反。你是说造反？对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那可是灭九族的大罪啊！可看他的样子，不是在开玩笑。你早就有这个打算了？从我被阉割的那天起就有了。这个皇帝欠我的太多了。被阉割？你真的是？是的，我是真的太监。失望吗？说不失望是假的，但更多的是心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秘密。皇帝为了保住自己的秘密，毁了我的一生。现在你知道真相了，还愿意跟着我吗？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心疼你，没有人应该承受这样的痛苦。如果造反能让你报仇，那我支持你。清欢，我此生最幸运的事就是娶了你。虽然前路嫁给了他，就要陪他走到最后，不管是天堂还是地狱。沈彦慈的计划比苏婉清想象的复杂得多。他在朝中有不少对现状不满的同僚，还有江湖上愿意效力的友人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掌握着足以颠覆一切的致命秘密。什么秘密？当今皇帝不是先帝的亲生儿子。这怎么可能？先帝无子，先帝无子。皇后为了保住地位，偷偷从外面抱了一个孩子进宫，谎称这是自己生的。我当时是皇后身边的小太监，亲眼目睹了这一切。所以皇帝才要杀你灭口？对，他以为阉了我，我就不敢说出去了。但他错了，这反而让我更有动力报复他。换作是我，遭受了这样的屈辱，也会想要报仇的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很快，皇帝已经开始怀疑我了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怎么了？有变故。皇帝突然宣布要册封新的皇后，就在3天后。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册封大典上，所有的大臣都要参加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可以一网打尽。会不会太危险了？富贵险中求，错过这次机会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那我能帮你做什么？你已经做得够多了，只要你平安就好。我想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可是……没有可是，你在府里等我回来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哪里也不许去。册封大典前一天晚上，沈彦慈整夜没睡，在书房里处理事务，安排计划。苏婉琪给他送逍遥进去，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心里满是心疼。早点休息吧。清欢，如果我明天回不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你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万一呢？如果你真的出事了，我会为你报仇。你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报仇？我会想办法的。总之，我不会让害你的人好过。清欢，我何德何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？别说这些了，你会成功的，我相信你。
等我回来。好，今天过后，一切都会改变。无论成败，我们的命运都将彻底改写。时间过得无比缓慢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像1年那么长。夫人，大事不好了，督公在宫里被抓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只听说是有人告密，皇帝早有防备。督公他们刚一动手，就被宫内护卫团团围住了。那督公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被关在天牢里，皇帝要亲自审问。天牢，京城守卫最森严的禁地，关进去的人很少能活着出来。不行，我不能慌，我必须想办法救沈燕慈。你们都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府邸，也不得接受任何人的拜访。是，夫人。以我一介女子的力量，硬闯天牢救人根本不可能，只能智取。夫人，外面来了很多官兵，说是要搜查府邸。来了，皇帝要抄家了。你就是沈燕慈的妻子？是。哼，奉皇上旨意，搜查督公府，你们所有人都不许动。请便。现在不是发作的时候，我必须保存实力，等待机会。你们可以走了。别得意，你们督公府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去，把府里所有的心腹都召集到偏厅，立刻。现在情况你们都知道了。愿意跟着我的留下，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走。夫人，我们都是督公的人，督公对我们有恩，现在督公有难，我们不能抛弃他。是，我们绝不离开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救督公。救沈燕慈必须从长计议，天牢守备森严，硬闯绝无可能，只能智取。你去打听2件事，一是督公在天牢里的具体情况，二是联系那些还没有暴露的同党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督府现在被关在天牢最深处，守卫极严。不过我们的人打听到，皇帝还没有下令处死督府，似乎是想从他嘴里套出什么秘密。至少他暂时是安全的。还有别的消息吗？有，我们的人说天牢里有个狱卒可以收买，只要给足够的银子，他愿意帮忙传递消息。真的？真的，不过要价很高，需要1000两银子。给他，让他帮我给督锋带个口信，就说我在外面一切都好，让他不要担心。还有，告诉他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的。我这就去安排。不要冒险，好好保护自己。我在天牢一切都好，勿忧。至少他还活着，还没有放弃希望，我也不能放弃。硬救不可能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出皇帝最害怕的身世秘密，逼他放了沈燕慈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就有了跟皇帝谈判的筹码。可问题是，我该怎么把这些东西交给皇帝，同时确保沈燕慈的安全？亲自进宫，面见皇帝，这个计划很冒险，却是唯一的办法。你去安排，以督公夫人的身份请求面见皇帝，理由是为沈燕慈求情。夫人，这太危险了。我知道，但这是唯一能救督叔的办法。不见我，我便一直等，你终究会好奇的。
你就是沈燕慈的妻子？是，民妇苏婉清，见过皇上。起来吧，你来见朕是为了给沈燕慈求情？是的，民妇希望皇上能够从轻发落我夫君。从轻发落？他犯的可是谋反大罪，按律当诛9族。朕没有立刻处死他，已经是法外开恩了。皇上，民妇知道夫君犯了大错，但他也是被逼无奈。被逼无奈？他谋反还有理了？皇上，有些事情您比谁都清楚。我夫君之所以要反，是因为您对他做的那些事。你在说什么？皇上，这些东西您应该很熟悉吧？你从哪里得到这些东西的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些东西的真假，皇上心里最清楚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我夫君的自由，只要皇上释放我夫君，这些东西就当从来没有存在过。你在威胁朕？民妇不敢，民妇只是在为夫君求情，他在权衡利弊。这些证据一旦公开，他的皇位就保不住了。可释放沈燕晨，又等于向叛徒妥协，这是两难的选择。好，朕答应你，但是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沈燕慈必须离开京城，永远不得回来，而你也要跟着他一起走。还有，这些东西必须全部交给朕，不得留下任何副本。可以，这些证据皇上可以检查，确实没有副本。3天后，朕会释放沈燕慈，但你们必须在当天就离开京城，永远不得回来。谢皇上恩典。婉清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我们走吧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好。后悔吗？不后悔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去哪里都一样。那我们就去江南吧，那里山清水秀，很适合隐居。好，我们去江南。虽然失去了权势和地位，但我们还有彼此，这就够了。从军朝野的东厂都督主到普通百姓，这个转变对他来说并不容易。可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也没有不满。你不后悔吗？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我现在有了你，有了安稳的生活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是啊，这样的生活真的很好，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生死搏杀，只有平平淡淡的日常。我们会一起去镇上买菜，一起在院子里种花，一起坐在小桥看夕阳，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。怎么了？镇上来了一些陌生人，在打听我们的消息。是京城来的人？应该是。看来皇帝还是不放心我们。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皇帝虽然答应放了他，可显然不会真的放过我们。他只是需要时间安排，等时机成熟，还是会对我们下手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离开这里，越远越好。好。如果一开始就能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，没有权势的争夺，没有生死的危险，只有简单的幸福。可我也知道，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些风风雨雨，我们也不会这么珍惜现在的平静。可命运再一次跟他们开了玩笑，在这个偏僻的小村庄，
很少有人骑马来访。沈燕慈，外面有马蹄声，来了好多人，来了好多人。有多少人？听声音，应该不少。是朝廷的人。皇帝终于找到我们了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跑是跑不掉了，人太多了。那就只能束手就擒了。不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这是毒药，无色无味，服下后会很快死去，不会有痛苦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是的，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。与其落在他们手里受尽折磨，如果我们注定要死，那至少要死在一起。好，我们一起。清欢，这辈子能娶到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我也是，能嫁给你，是我最正确的选择。沈燕慈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出来吧。你是谁？我是新任的东厂督工，奉皇上之命前来传旨。传旨？如果是来抓我们的，为什么要传旨？什么旨意？开门，我当面告诉你。你就是沈燕慈？是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前东厂督工沈燕慈虽有过错，但念其往日功劳，特赦其罪，恢复其自由身，但不得再入朝为官，不得回京城。钦此。皇帝竟然赦免了沈燕慈！皇帝竟然赦免了沈燕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很意外？为什么？因为皇上需要你的帮助。最近边疆不太平，需要有经验的人去处理。皇上想起了你的才能，所以决定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什么意思？他在考虑，去边疆平叛是个机会，却也极度危险，搞不好就是有去无回。如果我不去呢？那你们就继续在这里过你们的隐居生活，皇上不会再派人来打扰你们了，这是皇上的承诺。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我们可以继续在这里平静生活，不用担心追杀。可我知道沈燕慈的性格，她不会甘心就这样平庸的过一辈子的。我去。沈燕慈，太危险了！清欢，我不能就这样平庸的过一辈子，我要证明自己，证明我沈燕慈不是一个废人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我们说好了要在一起的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要跟着你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真是一对恩爱夫妻。那好，你们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出发。我们的平静生活再一次被打破了，但这一次我没有害怕，因为我知道，不管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原来边疆竟是这般荒凉。大人，苏姑娘，雁门关到了。沈督公，久仰大名。李将军客气了。现在情况如何？不太乐观，叛军有3万人，而我们只有15000人，而且他们占据了有利地形，强攻的话损失会很大。我需要详细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制定作战计划。好，我这就安排人给你介绍。虽然环境艰苦，
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，因为我能看到沈燕慈眼里重新燃起的斗志，这才是真正的他，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男人。叛军虽然人多，但内部并不团结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点分化瓦解他们。怎么分化？派人去联系叛逆军中的几个头目，许以重力，让他们内讧。宣镇北将军沈燕慈接旨，沈燕慈罪名全免，官复原职，受封镇北将军。恭喜你！这是我们的功劳，如果没有你的支持，我不可能做到这些。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回京城吗？不，我不想回京城，那里有太多不好的回忆。那我们去哪里？就留在这里吧。边疆虽然荒凉，但很自由，而且这里需要我。好，我们就留在这里。确实，相比于京城的勾心斗角，边疆的生活虽然艰苦，却更加纯粹。婉清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还记得当初为什么愿意嫁给我吗？当然记得，因为听说太监不用生孩子。那现在呢？你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跟我在一起吗？不是了，现在我跟你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爱你。真的？真的，我爱你，沈燕慈，不是因为你的身份，不是因为你的权势，就是因为这个人。我爱你，婉清。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婉清，我们要个孩子吧。孩子，这是我以前最害怕的事情。可看着他期待的眼神，我突然发现那份恐惧好像没有那么强烈了。或许是经历了太多事，我变得更勇敢了。或许是因为有他在身边，我不再害怕了。你不是太监吗？清欢，其实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你知道的。我虽然被阉了，但并不是完全不能人道，只是……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一直对我若即若离，原来是怕自己给不了我幸福。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想把余生都给你，只陪着你一个人。我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我等这句话等了很久了。我们终于成了真正的夫妻，虽然我们不能有孩子，但我们有彼此，这就够了。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逃避什么，而是找到一个值得为之付出一切的人，而沈燕慈就是那个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回去看看，毕竟是新皇帝，或许情况会有所不同。那我们一起回去。你不怕吗？京城对我们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。不怕，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只能任人宰割的我们了。这些年的历练让我们都成长了太多。沈燕慈不再是那个只知道复仇，我们有了足够的实力和智慧来面对任何挑战。沈将军，朕听说你在边疆的功功很是钦佩，朕希望你能回朝为官，为国效力。谢皇上厚爱，但臣已经习惯了边疆的生活，不太适合朝堂。为什么？边疆那么苦，你不愿意回来享福吗？皇上，边疆虽苦，但那里的百姓需要臣，臣愿意继续在那里为国守边。好，朕成全你。不过，朕有个条件。请皇上明示。朕希望你能定期回京述职，向朕汇报边疆的情况。臣遵旨。青儿，你瘦了。娘，我很好。边疆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很充实。沈将军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岳父大人客气了，青儿是个好妻子，是我的福气。姐姐，姐夫，你过得怎么样？还好。你不后悔吗？如果当初选择留在京城，你现在可能是个贵夫人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你觉得我像是喜欢锦衣玉食的人吗？不像，你更像是个女侠。女侠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很勇敢，很坚强，而且总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保护我。如果没有你，我早就死了。那你就是我的大侠了。好，我是你的大侠，你是我的女侠，我们是一对侠侣。我喜欢这个说法。侠离听起来比夫妻更浪漫，更自由。我们不是被世俗束缚的夫妻，而是自由自在的侠侣。手腕再沉一点，就是。他们的生活充实又幸福，虽然没有孩子，但他们有彼此，有事业，有理想，这就够了。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嫁给沈燕慈，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的？但不管怎样，
都不会有现在这样精彩的人生。我很庆幸当初做了那个选择，却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幸运。虽然是出于逃避，是沈燕慈，是爱情，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。边疆的第8个年头，朝廷派来了一个王大人，协助沈燕慈管理边疆日务。边疆这样管理边疆太过仁慈了，对那些胡人就应该用铁血手段。王大人，边疆的情况复杂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们现在的政策很有效，为什么要改变？因为朝廷有新的指示，皇上要求加强对边疆的控制，不能让胡人有任何反叛的机会。王大人年轻，这道分我会擅长，但具体怎么执行，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。当然，我只是来协助沈将军的，一切都听沈将军的。沈夫人，你是个聪明的女人，你应该知道沈将军的处境并不安全。什么意思？朝廷对他还是有疑虑的，如果你愿意配合我，我可以保证你的安全。他竟然想让我背叛沈燕慈，给他提供情报，真是痴心妄想。王大人，你想多了，我是沈燕慈的妻子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会站在他这边。沈夫人，你要想清楚，沈锦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如果你不配合，到时候可能连你也保不住。那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沈夫人，我劝你还是考虑一下，沈毕竟是个阉人，跟着他你不会有好结果的。王大人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沈锦是个阉人啊，这在朝廷里不是秘密。一个阉人能给你什么？还不如跟着我，至少我是个正常的男人。王大人，我再说一遍，我是沈燕慈的妻子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我都会跟着他。至于你，你配吗？沈夫人，你会后悔的。这个王大人，看来是来者不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既然他想玩，那我就陪他玩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看来皇帝是真的要对我下手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回去，既然皇帝要见我，那我就去见他。太危险了，这明显是个陷阱。我知道，但我不能一直逃避，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的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这次你不能跟我去，太危险了。我不怕危险。我怕。青儿，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冒险，如果我出事了，至少你还能活着。沈燕慈，我们说好了要在一起的。我知道，但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我不能拖累。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我是你的妻子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清欢，我何德何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？别说这些了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一定能够度过这次危机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开始制定计划。他要利用自己掌握的秘密跟皇帝谈判。什么秘密？关于王大人的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调查他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他贪污军饷，私通敌国，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些证据足够让他万劫不复了。王大人这个小人，终于要得到报警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就在回京的路上，我要让皇帝知道，我沈燕慈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沈将军，一路顺风啊！多谢王大人关心。沈夫人，你真的要跟着去吗？京城可不比边疆，很多事情都说不。多谢王大人提醒，我会小心的。看来皇帝真的不信任我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行事，该是时候让他们知道，我沈燕慈不是好惹的了。怎么样？你有没有事？没事，都是小伤，倒是抓到了几个活狗，可以好好拷问一下。看来皇帝是真的要我们死。那就不能怪我了。既然他要玩，那我就陪他玩到底。沈燕慈派人把王大人的罪证火速送到了京城，同时散布消息，说自己在回京路上遭到了朝廷派来的刺客刺杀，生死未卜。消息传到京城，王大人的罪名全部属实，当即被革职查办，抄家灭族。看来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效果很好。是啊，有时候以退为进比正面硬刚更有效。皇帝迫于外界流言，放沈燕慈回到边疆。将军，您终于回来了！这段时间没有您，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辛苦大家了。将军好！2年后，皇帝要御驾亲征，任命沈燕慈为先锋大将。这明显又是一个陷阱。御驾亲征听起来威风，实际上是要把你推到最危险的位置，战败了，你就是替罪羊。
战胜了，功劳全是皇帝的。是的，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被动挨打了。你有什么计划？既然他要玩，那我就陪他玩一场大的。什么意思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这一次太危险了，你不能跟着去。那你小心点。放心，我会的，我会的。等我回来。这一次，他真的能成功吗？夫人，将军大胜！皇上在前线为将军举办庆功宴。这听起来是天大的恩宠，可绝对不对劲。皇帝怎么会这么好心？夫人，好心！夫人，将军中毒了，生死不明。怎么会这样？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只知道沈将军在宴会上突然倒下，现在还在昏迷中。我要去前线，我要去看他。夫人，前线现在局势混乱，您去太危险了。我不管，我要去看我夫君。夫人，您冷静一点，现在去只会添乱，不如等进一步的消息。沈将军醒了，他当众揭发皇帝毒杀功臣，拥立端王为新天子了。他竟然在前线发动了政变。我终于明白他之前的计划了，他早就料到皇帝会对他下手，所以提前做好了所有准备。这次出征就是他反击的最好机会。大军攻入京城，就地退位，端王王成功了，他真的做到了。将军被册封摄政王，他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，还走到了权力的巅峰。几天后，沈燕慈派人来接他到京城。婉清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我就知道你能做到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被毒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早就准备了解药，皇帝以为能毒死我，其实是给了我发动政变的最好借口。你真是太聪明了，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一切，故意让皇帝以为毒计得了逞，顺势发动政变，名正言顺推翻旧帝。都是被逼的，如果不是他们一再逼迫，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是啊，如果当初旧皇帝能真心待他，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。可历史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，而现在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。婉清，你还记得当初你为什么愿意嫁给我吗？当然记得，因为听说太监不用生孩子。那现在呢？你后悔吗？不后悔，虽然当初的想法很幼稚，但结果却是好的。我找到了真爱，也过上了理想的生活。是啊，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奇妙，你以为是在逃避，其实在寻找。确实，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嫁给沈燕慈，我的人生会完全不同。或许平凡，或许早逝，却绝不会让我的人生有这样精彩。沈燕慈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精彩的人生。沈燕慈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么精彩的人生。应该是我谢谢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可能走到今天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，有过绝望，有过恐惧，有过分离，有着重聚。现在的我们有权利，有财富，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拥有彼此，这就够了。虽然我们没有孩子，但我们有彼此，有爱情，有事业，这样的人生已经足够完美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我爱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生生世世，我都爱你。我也爱你，永远爱你。这就是我们的故事，从一个害怕生孩子的大小姐，到摄政王妃，从一个被阉割的太监，到权倾朝野的摄政王。我们的人生充满了传奇，可最美好的从来都不是权势和地位，这份历经生死、穿越风雨却从未改变，反而愈发深厚的爱情，这就是我们的幸福。简单、纯粹，却足够美好。愿天下有情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这份幸福。